新浪娱乐舆情实验室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在德贤景致中饰演莫德贤。我是演员彭昱畅，在德贤景致当中饰演萧衍。我是演员周依然，饰演夏承。柯志森，早点好。郭志珍，出城啦！终于能吃口热饭。飞机来了，你逼啊！日本人，弟兄们，上！蓝小龙老师跟孔笙导演加正午阳光，没有人可以拒绝吧？再加上我看了这个剧本以后，我觉得他的里面的人物每一个都非常的有意思，很有个性。再加上他的一些台词，真的非常值得琢磨。我记得我最开始读剧本的时候，来回读了好几遍。除了战哥说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哎呀，我说漏了，有我们的鹏鹏，还有我们的依然，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他们的作品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非常的熟知。蓝老师的《士兵突击团长》啊，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团长。包括现在我在拍的戏，跟那个国强老师逮到机会，我就会跟他表达，我说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戏，然后也非常喜欢您的那个角色。然后他也会跟我分享很多蓝老师的一些趣事。再到孔笙导演，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的戏我基本上我都看过，而且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跟德贤在家里那场，就是萧衍放下所有体面的外表，他真心问莫德贤说请指教怎么打那场，我觉得那场是印象给我最深的。鹏鹏说的那场戏我也印象很深，我觉得鹏鹏那场戏很棒，他一上来那个状态就跟他以往跟我互呛的那种傲劲儿一下子就磨灭了，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其他的比较深刻的跟依然也有一场，我记得我们俩讨论孩子听得见听不见那一场，疯子专信。看我，你想多了。我把我耳朵喉咙的，太惨了。我记得那一场好像是唯一我们拍了之后，然后又重新拍了一次，对，重新找了一天，重新又找了一天，拍了大概接近1个月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拍了那场戏。我觉得那场戏对于我来说印象很深的点是在于，第二次演跟第一次演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第一次演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开拍，其实没有多久。后面拍的时候，大概我们也熟络了1个月，然后对人物的理解也多了1个月之后，再来拍出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第一遍我演的时候，我反而会很夸张的去说一些事情，导演当时也没有过多的说，然后我们就过了这场戏。到后面我们再来看，导演就给我们提出一个点，他觉得说还是不够生活和自然，好像是这么说的，对吧？然后后面我们就很自然的在对话，拿掉了很多外在的一些东西，就感觉我们俩真的是已经生活了很多年的一个夫妻日常的一个对话。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争执其实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甚至是孩子到了割指症的前3年，我们可能每隔2、3天就会对于孩子听得见听不见这个话题进行争执，所以那就是我们这几年非常日常的一幕而已。因为第一次演我们都特别想把它演得多一些设计啊，多一些层次啊，但是到了第2次我们再去演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时间的累积，对，我们就有真情实感，对，反而是拿掉了很多外化的一些东西，走内心的去把这场戏给演出来。因为我想的就这部戏，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是它是顺拍，对，很少有戏它是顺拍，顺拍就对演员来说，我觉得是最大的幸福了。我们顺拍的话，那个情感累积也是非常顺的。我们走到那儿，事情是自然发生，我们就会有很多当下的感受去表达。然后拍了1个多月，我们又再次重拍，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就有很多内在的想法了，就不是表面的在说蓝老师的词。我们甚至会觉得这一条的语气、助词，或者说我们的停顿点不一样，都可能对这场戏给最后在电影院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解读。对，这个就是魅力所在。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天很亮，因为我们其实调子有一些偏灰色调嘛。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因为阳光太好，曾老师就会支上一个大大的遮阳布挡在上面。对，这是我对那个印象最深的一个时候。因为那个不是在山里边造的一个小镇嘛，对，我一开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真的，至少有一个基础，对，结果其实是对荒林，完全是从头开始。对，其实很奇妙啊！我在拍的那几个月，甚至在拍完之后，我经常会做梦，我还会梦到那个地方。
真的，我就梦到我在石板路的那个巷子里面走，所以那个地方挺奇妙的，我觉得。手搓一个苏罗通吧，一门炮吧。哇，这个顶尖设备了。对，设备。网友说，肖战已经是老手艺人了，从唐三到藏海，再到莫德贤，在拍摄过程中学到了哪些手艺上的真本事？比如说怎么去打铁啊，怎么去磨一些工具啊，去修复啊，很基本的其实。萧衍是一个前面比较怯懦或者有点胆小，但是最后在大家的影响下，他也做出了一些很勇敢的事。你怎么理解你和德贤相爱相杀的相处模式？真的，我们读了很多次剧本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两个人其实有点宿命的那种感觉，走到哪儿他们在剧里都能碰的。夏承就是一个很独立、很勇敢的一位妈妈，她只有救孩子的时候，孩子的问题她才会特别的上情绪，她就是很拎得清、很现实，因为她不会跟着他们一起开枪打炮，但只有找孩子的时候，她会冲出去救孩子的时候，出于本能，挺勇敢的。而且她无时无刻都想着说要吃一口热饭，她是一个非常想把日子过好、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挺有生存智慧的。太好玩了，太好玩了，拽拽的。你昨天没来，昨天我们发布会就是没变，他很冷静，非常冷静，超乎常坐在那个沙发上面，是吧？对，然后我们聊天，然后 Q 到他再做直升吧。够哥有点东西。我们平常在现场有的时候，勾总，对，他就我们坐那儿，他就在前面玩，来玩，真的，他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会用零食投喂一下吗？会，我会，因为他有时候会来我的那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就会给他零食，也经常去他那儿啊。对我也是，他也去你那儿了吧？他确实是没怎么，因为你们戏没有那么多，我们跟他对只有跟有的时候在你家玩的时候，前面你们还在等你们拍的时候，对，小朋友才在。那你们仨谁是小孩王？喜欢他了，因为跟我接触比较多吧，所以我就要跟他多交流，建立信任，不然一开始其实他们就不会主动说话。我看花絮有一段，他会主动的坐在战战的怀里。其实也不是主动，是我把他给搂过来的。我觉得是3个阶段吧，3次失去。第一次的时候是在南京，德贤更多的是一种恐惧和未知的害怕。他是属于被迫的背井离乡，然后到了宜昌以后，我觉得德贤那个时候的小莫多了一丝想要守护家人的急切和一些责任，因为敌人的逼近，所以他不得不又选择了一次迁徙。到了最后，在各指镇的时候，我认为小莫是完成了一次从他想要守护自己的家园，到必须要守护自己家园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莫德贤在影片中主要说的是南京方言嘛？重庆话学南京话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一开始上南京话课的时候，老师说的更地道一些，更土话一点，更加的方言一点。但是当我们拍摄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都要说方言，鹏鹏说的是重庆话，然后依然说宜昌话，然后我又说南京话，然后还有一些口，对，所以导演就会把我这个南京话改得稍微偏普通话一点，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南京口的普通话。那3位可以教我们一句南京话、重庆话和宜昌话。哎，那他一个人都能教了。对，太过分了。对，还要辣油啊，还要辣油啊，就是你要辣油吗？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好玩的一个，辣油啊。你先学我那个在戏里宜昌话你觉得最好笑的那个宜昌话。重庆话说你在做什么？你在干啥子？哎，你在干啥子？然后宜昌话是你在走嘛儿？走嘛儿？是这样说的吗？是这样。啊，走嘛儿，走嘛儿，走嘛儿。有点不一样。那重庆话，肖战你能给我们说一句吗？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德贤亲子》，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对的。鹏鹏教授一下教学成果吧。哎，希望大家都来看《德贤亲子》，德贤亲子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他真的有语言天赋。那学会鸭血粉丝汤的做法了吗？学会了呀！我在戏里面不也说了吗？我想演够哥，我觉得很好。可以，那我的话，我太爷吧。那我就演那个他们最后打苏罗通那段吧。挺燃的。对。
在每一部作品的后面。我也是这么想的，对，是，就我觉得最好的真的人物就是这对样的。对对。